嗨，大家好，龙年新的开始了哈，我是念华，我是方玉。好，我们今天是要去出庭吗？Podcast 的听友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是完全是黑白配，看起来很严肃。其实你出庭的时候都是穿套装，对不对？穿套装，我第一次看到你穿套装，对，因为其实我常常会在新闻里面看到方玉律师，对，但是大家就是追着一个当事人跑，所以方玉律师大概就是一闪而过。对对对。好，在今天我们一开始呢，今天要谈的这个是关于离婚的原因。那离婚以后能不能做朋友，这个我们以前聊过。那这个是在兔年的几乎最后几天，然后我看到新闻里面，大概杨紫琼是一个让记者觉得很能够亲近的女星，所以看起来就是有记者去跟她聊天。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呢，杨紫琼她说她是第一次这么多年了再谈到她第一任婚姻，她第一任婚姻的她前夫是香港名人潘迪生。那杨紫琼在聊天的时候，她讲到，她说其实那个时候她跟潘迪生离婚，她说是因为我生不出继承人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家业，确实需要继承人。那在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之下，我们离婚了。但杨紫琼说，但是后来她一直跟潘迪生保持很好的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关系。然后她说，当时她离婚的时候，她清楚地认知到，潘迪生需要的不是一个孩子来继承家业，他用的是儿子啦。他说他需要的是2个甚至3个更好。所以这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而且他后来得了奥斯卡影后之后，他才补办了他的婚礼，就是跟现在这位已经在一起很久很久的老公办了一个婚礼。所以可能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提到第一任的婚姻他这里面讲到一个这几个字，生不出继承人我首先很好奇，方玉律师，因为无法生育或者说选择不生育，最后婚姻关系结束的，在最近这几年你的离婚，你经手的这个离婚诉讼里面这个理由，这个频率还高吗？过去跟现在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个原因。好，我觉得过去其实是有过去是比较常听到这个，譬如说他往往就是说我的公婆要我生几个小孩，然后我就记得一位女性朋友说，你可以其实找母猪比较快他这样子跟他很生气，对，他很生气，因为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尊重女性啊？我想请问他，通常你会觉得他是把对方的期待在他听到他耳里变成一个要求，所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压力，还是他所承受的一开始那个发话者就是要求？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可以要求的吗？那就可以，这是不可能要求的吗？对，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我常要说的，就是在结婚前，我们很多的事情都避而不谈。好，可是大家都带着自己对家庭的图像而走进来这个婚姻里的。好，举例来讲，就是这个老公如果说是需要一个继承者，那你有没有一开始在结婚前就跟你的即将要结婚的伴侣说？那不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希望先斩后奏，就是说我今天先娶，就是结婚了之后再要求你。好，要不然我现在要求你，你可能就分手，就不跟我结婚了。所以有时候有一集在讲，为什么有些真心话，或者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婚姻，如果它会危及到婚姻，为什么不能说？那这是我刚才在讲说，那个是很多年前10-20年前的一个案子。那现在再来看，因为没有办法生，因此离婚的多不多？其实并不多了哈。就是说观念有改变，观念改变，而且主要是。现在有没有大家常常听到冻卵？对，冻卵。那第二个就人工生殖法就是我们上次有去聊到的，也就是说现代人生不出来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像我们律师圈像我就是生不出来我前3年就一直觉得想生，到我放弃的时候就怀孕了。就是后来教了一件事情，平常心最好，就是我是在量那个体温在量我到底什么是排卵期。我发现那个压力实在太大了那就真的，所以我只生了1个，因为我也生不出第2个就是说工作压力大，其实让女性的孕育上变困难，还有那个时间上就是说可能2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那么长所以我觉得形成现代人所有人的压力，就是孕育这件事情，还有如何抚养他长大也是一个压力期所以现在好多人都透过了医疗的这种专业的方式来孕育下一代，所以呢因此不生是有意的，
不是不孕，而是因为不生。这个是一个我比较看到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比较多说，我观念上，因为我们讲这是杨紫琼嘛，她讲说当年可能就是医学没那么进步，比较大的观念是我不愿意生。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梦想，我这个蜜月期都还在，所以我为什么要结婚前3年就生呢？可是有时候长辈有长辈的需求，那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也有这样很大的期待，想要赶快当个爸爸或当个妈妈啦，都有这个期待，所以我觉得现在比较少。好，所以就在你目前所遇到的这婚姻触礁，最后决定分手，比较不像过去，像以往，对不对？就是有这么多的，是因为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双方意见不一，对，然后走向了离婚。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前好像结婚这件事，他接下来处理的就是进入一个家庭状态，就是你离开你原生家庭，然后自己建构家庭。那但是现在好像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比较是像说，我选择这个关系进入另外一种形式。我可能是同居关系，我可能没有同居，但是我有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后来结婚吧，那选这个关系是进入另外一种存在状态，而比较不那么多听人讨论到说结婚这个事情，它像一个路标指向了后面一个完全不同而且复杂化的家庭关系。我讲复杂化包括是父母对你这个家庭的期待，你的公婆或岳父母对这个家庭的期待，然后自己对这个家庭的期待，全部要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消化。现在的人好像不把结婚看成这样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连办婚礼都变少啦，对不对？你觉得你有就是我们讲我们在职场应该会碰到很多包下一辈的那个红包嘛？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少？对，那我以为是我人缘不好。我就说现在好多我周遭的年轻人要结婚，他们的方法都是办结婚登记，然后呢等到有空，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喜讯，然后就用婚宴的方式，其实就是聚餐的概念啦。好多人现在都选择不想要去办婚礼，然后就用一个结婚登记。那有时候他们也确实想要孕育下一代，所以结婚登记之后，让孩子的身份是能够比较明确。通常好多的就想同居之后会进入婚姻，好多人就说那等到有孩子再说吧。那确实是很多的现代的男女应该也男或女啊，因为可以透过收出养嘛，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疫情4年也改变了很多。像这次春节很好玩。以前我姐姐呢会拿一张到我们家贴，因为我们家是我们的亲戚会来，然后我们中间会有一次聚餐，大概快20个人，就说我叔叔他们家有3代嘛，然后我姐姐以前会贴给说关于春节聚在一起长辈不能问的话，就开玩笑啦这样。然后他今年没有带来，然后我也忘记了，然后我就问其中有一对，我说那你们有没有要补办婚礼啊？对，就是他们是在疫情期间结婚的，本来说去年要补办，后来到今年他们也就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好像因为他们有太多朋友对，就是 under 30s 就在疫情的期间决定结婚了，但是大家也都没有补办婚礼，日子已经这样过了1年又2年。但是你说蜜月这件事情，就所有的形式要经过某些形式确认结婚这件事落地的那些形式，我觉得经过疫情，很多人都把它稀释或淡化了。因为你周围的人也没有再问了。比方蜜月，他其实男女朋友的时候已经去过很多地方，长时间旅行，所以他就会很务实说，他觉得他现在的钱想先存下来。有道理啊，有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变了很多。那在法律上面从以前到现在，当一方因为对方不生，好，那我们讲可能就是男方控诉女方而要求离婚的，这个可不可以成为法判离婚的理由？进入司法诉讼？基本上呢，在法律上很早年，你看就是年纪够大就是这样，因为早年还有一个不能人道会是一个离婚的理由，可是现在那个没有这个条文，实务上也已经比较不用这件事来处理了。也就是说，以他们日后的婚姻破绽，譬如说我举例来讲，一个不婚不生对不起，结婚了而不生，那一个坚持要生，然后引起了口角，引起了冷暴力，或引起了冲突，或引起了分居，所以是以后面的这件事在做判断，他不以前面，包括说他1个月应该几次性生活，举例像这种，基本上
法院虽然还有时候会再问，就你们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可是不行夫妻之实，好像是不是可以成为判决理由？他就说没有夫妻之实，就只有夫妻之名哈。那有时候法官实务上的法官也很会问这一题啦，好，但是不见得每一个都这样问的。我要讲，只是说实务上法官只是要知道你们在一个夫妻的实质关系下到底有多久。那分居的本身就会说哦，所以你们客观上已经没有夫妻之实很久了，就当作婚姻有重大事由，然后让所有的人跟以这样的标准都会想要离婚，而没有继续这个婚姻的意愿，都是用重大事由，86%左右全部都是用重大事由来做判决。目前的离婚，那再加上我们在前几集有谈过叫宪判4，那也就是在让台湾的离婚又放宽了那个要件，好，就是说不一定要只是你错的比较少的那一方，或者是没有错的那一方才可以提离婚，只要法院认为有破绽了，那这个责任就即便我是比较重的那一方，各位有看到112年，就是有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位女性她外遇了，但是她还是可以诉请这样的一个离婚，所以呢她以后面而不是以这个不孕或不生来作为她离婚的主要理由。好，所以在我们看到离婚的这个理由书上面可能不会这样写，但它可能会成为法官横情着理，对对，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之一啦，参考之一。但是在今天，我觉得杨紫琼的这个不管她就是生了就是她不能生，因此而放手了这件事，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观点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记者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他后面我相信他是比较想反映出杨紫琼的态度，因为这个杨紫琼在聊的时候，他是说当下是非常的艰难啦。他说，但是很多事情只要放手，当下非常的艰难，但最终会有不错的结果。我马上就想到，在这2年来听方玉律师讲30年职业生涯很多案子里面在离婚的时候，怎么样从当时的情绪走出来？这个其实无非我相信，因为跟方玉律师做这个离婚诉讼的客户，方玉律师大部分都会介绍他们同时如果需要进行咨商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杨紫琼这里面讲的当下非常艰难，但很多事情只要懂得放手，他的人生经验往回看，结果都是相当不错的。那很多人说我最难的就是在纠结的时候我很难处理某一些情绪点。那当我们提到离婚的时候，或者是被离婚，通常有哪些纠结的情绪点其实是可以透过咨商来处理的？我觉得咨商这件事情有一些事情是处理比较内在的有时候处理关系是有点困难的，关系就是对话，对，不管他是最后是走向离婚或是继续这段婚姻，对话都是一个必然在这件事情要做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告别啦因为关系的断舍离其实是需要有一些大家的一个互相理解。那我想有2个事情，我想在这一集特别想说的是，我觉得杨紫琼她在是金马奖，在那个不是金马是金像奖的她奥斯卡金像奖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值得讲，就《妈的多重宇宙》里面他有去提到了一个，就是不要用年龄来限制你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的viewer很多也跟我像跟念华老师一样的年纪，也就是说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明白很多事情，我们再也不是用既定的过去的想象来过我未来的日子所以每一天都是我们新的体验。然后我觉得他讲说很多事情只要懂得放手。那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欧文亚龙的这位大师讲了一句话，他引用尼采的，就是他发现人最放不下的都永远是你最不想面对的。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大家抓住过去这件事是你最不想面对，但是你永远最放不下所以我觉得杨紫琼说，我其实他可能跟潘迪生是就是跟他前夫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很好的关系，就像有伴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夫妻。但是为了一个客观上事业的传宗接代，因此断了一个夫妻的关系，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讲是太难放手，因为2个还有爱，可是却一个很客观事实的事情是2个都无法克服的。所以如何在爱里头去解决2个都无法克服的事情，而且呢去掉了角色，关系还在，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启示啦。
我想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有公众影响力的人哦，这个影响力是发挥在什么地方？还好这个时代已经完完全全的变了。以前好像大家都会期待 somehow 要教忠教孝，然后很多人在寻求有影响力的人，想听的都是成功经验。我不是说离婚是挫败经验，而我是说它通常不被定义为典范型的成功经验。但是我发现杨紫琼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为什么在1月31号那天有这么多，我在不同的媒体都有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聊天谈话被成为新闻报道，那显然是他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讲具有某一种醍醐灌顶，一种敲醒的那个敲门的这个声音，那他讲起来大家觉得特别的能够入心跟连结。好，谢谢大家收听跟收看今天的不爱就散。新的一年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能够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希望能够订阅，还有就是我们的 podcast 听友呢也下载，能够给5星好评，谢谢。好，希望我们每一期的 podcast 下载呢能够继续维持我们兔年的好成绩，平均能够超过4000突破5000，也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拜拜。